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新剧杀疯了，权谋悬疑高能反转，每一集都是智商较量。最近各种话题都在热议一部即将震撼来袭的权谋悬疑大作《长安24计》。这部剧尚在拍摄阶段，但从目前曝光的剧照和演员阵容来看，已经让人迫不及待想要一睹为快了。每一次观看到新的片段，心里的那股激动和期待就像一股洪流，无可阻挡。提到《长安24计》，首先让人想起的便是它那错综复杂、环环相扣的剧情。故事的主线围绕着一场发生在10年前的灭门惨案展开。男主角谢怀安由程毅饰演，原本是个普通的少年，然而命运的捉弄让他从家族的毁灭中幸存下来。为了复仇，他将自己隐藏在长安城的阴影中，化名谢怀安，表面上是个不入流的小人物，实则早已在暗中布下了精密的棋局。而这场复仇不像你想象中的只是单纯的打打杀杀，它更像一场深藏玄机的智力游戏。每一步的策略与布局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与算计。长安城这座繁华背后，其实暗藏了许多无法言明的危机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走在这座大城市的街头，表面上是盛装的侍女和商人，实际上黑暗中的各方势力早已在棋盘上等待着你的每一个决定。每一次权力的斗争都让人感到如履薄冰，稍有差池就可能血肉横飞。这部剧的权谋氛围可谓是层层递进，一环接一环的紧张气氛，不禁让人怀疑谢怀安的复仇到底能否成功？他能否在这座如棋盘般的长安城中生存下来？而那些看似平静的贵族和朝廷成员，是否真的如表面上那般高风亮节？这些悬疑元素无不让观众屏息以待，完全是让人欲罢不能。除了程毅，剧中的配角阵容也同样强大，张涵予、刘奕君、王劲松、倪大红等一线实力派演员的加盟，绝对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。这些演员都有着多年的演艺经验，演技深厚，每一次出场都能给观众带来强烈的代入感和震撼感。他们之间的对手戏往往是全剧最引人注目的部分，每一次言语之间的博弈都让人感受到紧张气氛的升温。不得不说，这些资深演员的精彩演绎为整部剧增色不少。此外，年轻演员的表现同样令人惊喜。周琦、童梦石、徐璐等新生代演员的加盟，为剧集注入了新鲜的活力。这些演员的角色个性鲜明，演技自然，能够和老戏骨们的精彩演绎相得益彰。新老演员的碰撞犹如火花四溅，更让人对整部剧的表现充满期待。这部剧的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他对长安这座城市的刻画。长安作为大唐帝国的都城，繁华的表面下掩藏着无数的暗流涌动。在这座城市里，各方势力明争暗斗，权力的交织错综复杂。无论是朝廷中的权臣，还是江湖上的豪杰，大家都在这座古城中争夺着属于自己的利益与权力。剧中不仅有权谋和悬疑的元素，更通过对这些人物和事件的刻画，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。我们看到的是人性中的光辉与阴暗，正如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场权力斗争，常常没有黑白之分，只有利益与选择。剧中的每一场较量，实际上都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博弈。尤其是谢怀安，他的复仇之路也恰恰是一次对自己内心的挑战。在复仇与宽恕之间，他究竟会如何选择，成了整部剧最大的悬念之一。长安24计不仅在演员和剧情方面下足了功夫，它的播出平台也是其中的一大亮点。该剧将由某知名平台独家播出，
而该平台一直以来都致力于为观众提供高品质的影视作品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强大的平台支持，剧集的推广和播出效果可以得到最大的保障。平台的优质资源和先进的技术支持，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好的观看体验。如果你喜欢充满悬疑、智谋和深刻人物刻画的剧集，那么《长安24季》绝对是你不可错过的佳作。相信这部剧一旦播出，必定会成为热议话题，吸引无数观众的关注和讨论。你准备好迎接这场智力与心灵的双重挑战了吗？诚意新剧《长安24季》，老梗还能玩出花？想要财运亨通、好运常伴吗？那就赶紧加入我的幸运阵营吧！点赞关注，一起迎接好运的到来。祝您财源广进，万事如意。诚意的新剧《长安24季》要上线了，这剧名一股子古早谍战味儿扑面而来，有没有？24季，这可是咱老祖宗智慧的结晶啊，想想都刺激。但最近这几年 XX 传、XX 季的剧简直不要太多，观众都快看土了。这长安24季究竟有啥绝活，敢在这个神仙打架的市场里横着走？讲真，一开始瞄到剧情简介，我内心 OS： 不会吧，又是复仇又是权谋，这碗冷饭还能炒出啥花样？10年潜伏，步步为营，这设定咋看都像套娃，跟以前那些剧没啥两样啊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老梗新用也不是不行，关键的看导演和编剧的功力。要是真能把24季玩出花来，说不定还真能杀出一条血路，成为一匹黑马。万一再整个反套路，那不得直接封神。说到诚意，他的古装扮相，那必须是没话说，妥妥的颜值担当。演技吗？虽然有些网友吐槽他万年不变的苦情脸，但我觉得这锅不能全让演员背。你想啊，一个背负血海深仇的人，要是整天嘻嘻哈哈，那才叫不正常吧。再说了，诚意在一些特定场景下的苦，那叫一个有感染力，让人忍不住跟着一起 emo。除了诚意，这剧里还有刘奕君、王劲松这些老戏骨撑场子。这两位那可是演技界的扛把子，往那一站，气场2.8米。有他们在，这部剧的质量算是有了个底。当然，其他年轻演员的表现也重要，可千万别拖后腿，不然分分钟被老戏骨吊打。我最好奇的是这剧会咋用24季？如果只是念一遍记名，那就太敷衍了，简直侮辱老祖宗的智慧。拜托编剧大大们上点心，把这些计谋巧妙地融入剧情，让观众边看剧边学点兵法，岂不美哉？想想看，以后跟朋友吹牛，这招叫走位上计，我从长安24季里学的，是不是倍儿有面儿？说到这儿，我突然想到，这剧里会不会有美人计？要是诚意和徐璐来一段相爱相杀的戏码，那画面想想都刺激。但是，权谋剧的重点是权谋，可别为了谈恋爱把主线剧情给忘了，不然观众要记刀片的。服化道也是我关注的点。现在很多古装剧的服化道都做得贼精致，堪称视觉盛宴。希望长安24季也能在这方面努力，别整那些塑料感满满的道具，辣眼睛。前段时间那个《梦华录》服化道就广受好评，不仅还原了宋代的服饰文化，还展现了当时女性的独立与自强。如果长安24季也能在服化道上搞点创新，说不定能引领一波新的古风潮流，带火一堆汉服店。其实吧，现在很多古装剧都喜欢玩权谋梗，好像不搞点宫斗、朝堂之争，就不好意思叫古装剧似的。我觉得吧，古装剧的题材可以更多元化一点，比如轻松搞笑的喜剧，展现古代市井生活的剧，甚至可以尝试一下科幻加古装，想想都带感。
还有现在很多古装剧都太拖沓了，动不动就70-80集，看得人头皮发麻。希望长安24季能控制好节奏，别注水，让我们能一口气刷完，最好再来个超前点播，让我一次看个够。最近几年不少古装剧因为剧情注水，节奏拖沓，被观众喷得体无完肤。比如某部大 IP 改编的古装剧，硬生生把原著几十章的内容50多集，注水比猪肉还多，看得人只想快进。希望长安24季能吸取教训，别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，《长安24季》也应该尊重历史，不能胡编乱造，把历史人物魔改得面目全非。毕竟，历史剧也是一种文化传播，不能误导观众。